正准备向心仪的男人表白，天空突然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，周围的一切瞬间扭曲变形，女人也随着这种诡异的力量消失了。男人再次睁开眼时，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。曾经繁荣的街道已变成了一片废墟，更令他惊讶的是，原本被封印在金字塔的恶魔，此刻却在外面肆虐横行。刚刚还在一起谈笑风生的战友们，此刻却对他视若陌路，仿佛从未相识，连女人也把他忘得一干二净。他很快意识到，这个世界已经被某种力量改写，而他自己则成了被全人类遗忘的存在。为了找回失去的一切，他决定深入金字塔调查原因。在金字塔的深处，他找到了一把被尘封的英雄之剑。当他拔出剑的一刹那，却意外解封了一个被铁链五花大绑的天魔。无家可归的天魔为了报答男主的救命之恩，决定跟随他一起夺回真正的世界。私が別れのは私はカイと一緒にいたいの。邪魔するならどうなったって知らないか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类与恶魔族、蛮神族、圣灵族、幻兽族共5大种族并存。这5个种族曾征战不休，直至预言者希德的出现，人类才成功的将其他4大种族分别封印在4个金字塔牧场中。为了防止封印的松动和异族的复苏，人类设立了专门的机构，定期巡查这些金字塔。男主凯伊正是此机构的一名队员。尽管现在是和平年代，但他对监视工作从未松懈。在闲暇之余，他时常打开幻兽族的全息投影，与虚拟的幻兽进行对决，以锻炼自己的战斗技巧。但这种训练并非没有风险，全息投影中的幻兽力量强大，稍有不慎便可能丧命。他的同事沙希责备他过于冒险，他半开玩笑的笑称男主生错了时代，若是生在战争时期，或许能成为一名英雄留名青史，但在这个和平年代，他认为没必要这么拼命训练。可男主并不这么认为，他只是想认真的训练，而且英雄没那么好当的。预言者希德之所以能够封印4大种族，成为传颂千古的英雄，不仅仅是因为他那惊人的力量，更是因为他手中那把闪耀着太阳光辉的神剑。不过那把剑自那以后就消失不见，让某些历史学家都怀疑人类英雄是否存在。同事阿修兰突然想起了同事真德的升职之事，他们开始商量如何为他庆祝。在这时，男主收到了真德的短信，他约他明天早上见面，并特别叮嘱他不要告诉其他同事。然而这一消息还是被这2个八卦的同事看到了，他们开始调侃男主和真德之间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。男主立刻澄清，并以训练为由匆匆离开，避免了更多的尴尬。第2天，男主和真德如约来到了他们约定的地点。真德是男主的青梅竹马，由于下周他就要前往王都任职，他希望能趁现在空闲的时光与男主一同出来逛逛。不过和他这个大美女约会还全副武装的，恐怕也只有男主这个直男了。2人边走边聊，回忆着过去的美好时光。真德正欲开口询问男主，如果2年后他归来，他们之间是否能……然而话都还没说完，男主就惊恐地发现他的身体突然扭曲变形，周围的一切也如同被扭曲的镜子一般变得诡异。更奇怪的是，这一切似乎只有男主能够看到。随着天空出现一个巨大的黑洞，真德也消失在了那黑暗的漩涡之中。下一秒，原本繁荣的街道变成了一片废墟。男主瞬间感觉到不对劲，可还没等他搞清楚状况，一只体型庞大的怪物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。男主一眼就认出这是被封印在金字塔里的恶魔族。更令他惊讶的是，这只恶魔竟然会说人话，并且对人类抱有极大的敌意。恶魔凝聚起双法阵，朝男主发起猛烈的攻击。男主凭借灵活的身法成功躲避。虽然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恶魔族的法术，但那种熟悉的感觉却让他体内的血液沸腾起来。他迅速抽出随身携带的长剑亚龙爪，准备反击。恶魔也再次发动法术，试图将男主置于死地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在男主手中那看似普通的长剑剑刃处，突然出现了一个枪口。男主果断地射出掠式精灵弹，精准地击中了恶魔的法术核心，成功将其摧毁。紧接着，男主快步冲向恶魔。尽管恶魔发动了火焰魔法，但男主凭借敏捷的身手和平时刻苦训练的成果，一一避开了这些攻击。最终，男主以一个惊人的闪跳来到了恶魔的身边，用长剑刺向恶魔身体的同时扣下扳机。下一秒，恶魔在爆炸中化为灰烬。这正就是掠式德雷克弹的威力。长剑亚龙爪在击中目标的同时，能够在零距离引发爆炸。男主喘着粗气，看了看自己微微颤抖的手，心中暗自庆幸总算逃过一劫。就在他以为安全之际，又一只恶魔接踵而至。这只恶魔虽然体型比上一只略小些，但散发出的压迫感却更为强烈。就在恶魔发动法术时，一个突如其来的闪光弹照亮了整个战场。紧接着，一个熟悉的手牢牢地抓住了男主，拽着他迅速进入了一辆装甲车，随后急速驶离了这个危险之地。然而，接下来车内发生的状况让男主彻底懵住了。他曾经的亲密队友沙希和阿修兰，面对他时却如同陌生人一般。即使他准确无误地指出了他们的喜好和弱点，他们仍旧坚称不认识他，不记得有过他这样一位队友。男主感觉仿佛自己穿越了时空，进入了一个平行的世界，那里的一切都似曾相识，唯独缺少了他自己的存在。